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好文哈，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1、2、3，来同时为你解说今天的领取好运哈。这3张牌所带来的好运势呢，我发现它这张牌的代表的是说，你在这一个季节哈，在每一次比如说日夜交界的时候哈，或是晚上变到白天的时候哈，你仔细看天上的星星。如果你能看到越多的星星的话，你能显化的事情在近期就越多哈。所以呢，如果是晴朗的天空的时候啊，晴朗天空的时候，那个晚上，你尽量在就是傍晚的时候，刚换成夜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抬头看一下天上的星星，或是你习惯清晨起床的时候哈，那你起床的时候如果天还是暗的，好，你就探个头出去看一下外面的星星哈，然后看着星星跟自己和宇宙。下一下订单，许一些小小的心愿哈，那个显化的能量都会比较强哦哈。记得哈，在那个日夜交替的时间，那个时候能量最强，尤其是早上哈。早上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沉睡嘛，所以整个世界的声音是比较安静的，所以宇宙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就更加的响亮，更加的直接哈。记得哈，把握每一天日夜交换的时间哈，来对自己增加一些信心，对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目标下一些更强而有力的意志哈。记得要跟宇宙许愿哦。来，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哦。来，你选好了吗？1、2、3号。如果你需要看更久的话，你可以按暂停。那选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来，今天的题目是呢，现在是选到1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其实你已经遇见他了，其实你们已经相遇了。来哈，来我来帮你看看。好。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磁场？帮你推测一下，看看到底是谁？你可以注意一下哈，打开你的感官，打开你的共感哈，敏感一下，到底是谁已经出现了呢？好，哦，目前看起来是你在工作上有一个专门处理大家事情的人哈，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专门在冲刺自己业绩，或是去跑业务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他的工作是服务公司里大家的人哈，或是他在一个团体里，他的工作就是维持大家的秩序啊，帮大家整合啊什么的。总之，他的工作就是往内去对你那一个团体里面的每一个人，属于这个团体的每一个人为主要工作项目的那一个人哈，你仔细看他的工作哈，他在你周围已经出现了哈。仔细看一下 Q cards，他其实蛮忙碌的哦。你看你会跟他接触的机会其实不多，因为他其实一直在穿梭在你们之间哈。他穿梭在你的就是同事间啊，工作伙伴间啊，哈，他在穿梭，他并不会完全的针对你去做事情哈。然后我这边其实还没有看到他是否对你有所情愫哈，其实没有，因为他其实已经出现在你的周围里了哈。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啊，很可惜哈，他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他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他现在跟你的能量的连结哈，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讲白一点，就是有共同的工作目标啦，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公司，或是你们是一个服务项目的什么团体，或是什么另外的社团什么，你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这个社团，为了某一个大家的兴趣，反正就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目标，而结合在这一个世界里哈，这一个时间线里哈。但是他目前有没有感受到有人在喜欢他或什么？因为今天这个牌可能连你都不知道是谁哈。那如果今天选到1号的朋友，你心里有在想，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人？目前看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接受到这个喜欢，所以你们现在两个是情感上面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哈。来，我来帮你仔细再分析一下这一个人的情况哈。来，好。哦，近期你们会有个比较多的接触诶哈。不过这里有看到是近期他的魅力也会开始提升啊，喜欢他的人也会变多哦。
然后，哎呦，有机会哦，有机会他会跟你有比较多的接触，他会对你比较印象深刻哦。吼，我来帮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机会。因为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哦。哈，以牌面上来说，他在你们那个群体里面啊，他其实除了照顾很多人之外，有蛮多人喜欢他的哦。哦，蛮多人喜欢他的，蛮多人有在表达喜欢这个人哦。但是他最终是属于你的耶，可是时间有点慢，他时间有点慢，因为他好像还需要更多。我觉得他这里哈，我这里也看到是他这个整个宇宙啊，整个空间的这个意识还在挖掘，还在建构你们两个连接的关系哦。还有一点，还需要一点时间，还需要一点时间，才会知道是他，他才会知道他对你有感觉，还有一点时间。但是他已经出现在你们这个群体里面的了，甚至有可能你现在对他都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还没有很，我觉得那个情愫还没有出来，可是他有一个方向感哈，已经渐渐的是往你这边走来了耶。他有一个蛮好的，就是他那个这里哈，因为他这个这样翻出来，我觉得他有一个流动的讯息，该怎么说？就是说，整个宇宙可能在这个点哈，在这个点，它正在挖掘、正在建构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然后它的能量在这样慢慢的往这一个地方去。好，也就是说，它这一个能量建构好之后，然后它刚好又走来，那同时间它就会连接到你，所以我才说它这个能量还没有，因为这个在这里，因为它还在挖掘、还在平衡、还在调和你们两个人最底层的那个意识哈。然后但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感是对的。它是很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它也是慢慢的，嗯，我觉得底下还是有一些无意识的能量哈，在慢慢的把你们拉到这一个群体里啦，这个工作里。之前就已经花蛮多时间的了，然后现在是有一种加速，现在整个流动是有加速起来，它是有加速起来，然后你们会遇到哦，只是因为这张牌让我发现它。因为这张牌那个权杖二，他还在讲的是说有一个分水岭，有一个分水岭。他说是分水岭之后，他就是可能他还在走到这一个边界，就是这个分水岭一跨越之后，就会进到另外一个关系嘛。然后这关系还在琢磨中，他还没有来，他还在往这里走。不过这个能量都用骑士这个能量来走，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哈。因为我觉得这三张这个搭配蛮好的，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有好的火能量，有好的水能量哈，都是一种很炙热的、很执着的、很笃定的能量，然后搭上命运之轮哈，它这个开创性，它这个底下的那一个流动性、那个推力哈，有把它这样往你这个方向走来，但是你的部分的话。目前选到一的朋友，我觉得你心里想的那个人不是那个人哦。哦，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其实不是那个人，是其他人，只是你们两个还没有那个情愫连接起来。你可以再期待一下，我再帮你再翻看看其他的好不好？我再帮你翻看看你这边跟他的联动哈，帮你翻看你这边跟他的联动。这题我觉得蛮好奇的哈，因为这个很未知哦，可是有明确的连接出现了，但你们两个却还没有感觉到，我还蛮喜欢这个讯号的哈。来，我用哦，他自己跑出来了，那我就这样。好，让我感受一下，这样子的话，看看，因为我在看哪个能量还蛮强的，像我这个先开。
的确，就如果你们两个能量哈，2年的话，在一个地方就做了一个，现在他整个还在做一个调和。他女技师正在挖掘原因，正在建构，正在衡量你们，他正在计算你们两个能量，他正在计算，正在调，他在一种精神面正在平衡。好，就是你们两个的精神啊，精神面、意志面其实还没有，就是有连结，但是还是一个很流动的方式，它还没有达到一个平稳的。好，所以还是一种很波动的方式，然后这边是有个接点，但是还是多少的波动都没有达到一个平稳的方式。所以女技师在前面翻拍，她还在研究，她还在挖掘你们两个人缺少什么，还是她在预测两个人的成长，还是在推敲未来哪个时间点才是最好的。可是因为刚前面命运之轮跑出来的时候，命运之轮那个讯号有一点让我觉得他有点觉得等不及了，整个宇宙的能量等不及了，所以好像你们近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接触，然后让你们两个开始对彼此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情愫哈。来，我来从你这边往那边翻哈。哦，这样子的话。你这边的能量，我觉得是受祝福的。你现在不用改变任何状态哈，你现在你会有其他的能量在帮助你，把你推进到他那里。哦，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会是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你近期需要去确定一下什么才是你渴望的爱情，什么才是你的爱情观。现在你这边的你的爱情观啊，还没有确定到是比较属于你这个人的人格的。你现在脑海里的很多爱情观、爱情价值，都是从电视剧或别人的故事那里，你还没有用你的身心灵去感受什么样子的爱情价值才是属于你的。你要反复几次去从你前面的几段爱情、恋爱的经验里面想一下，之前为什么会失败？你跟他是否都有做错事？还是整个爱情的模式其实并不属于你最内在、最潜意识，或是最人格、你的完整人格里面最需要的那个模式？你要去思考一下，你需要什么，或是你有没有学会去体谅对方的需要？你有没有学会1+1=1的这个概念？你有没有学会不要只是无限的付出，以为自己给予的好就是最好？如何学会在爱情里平衡？这些有一些课题在你遇见他之前，我觉得整个宇宙的意识有在期待或是等待你整理好了，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端点。我来看一下这边以他的部分来说，我觉得，他只需要以他现在的方式、现在的生活方式、他的那个想法用他的生活方式对世界的概念维持住不要乱掉，就维持住，慢慢提升成为更好的人。然后他在努力的东西，反正简单来说，就他现在只要把他的生活处理好，能加分，存的钱更多，工作能升阶什么的，他就会在你面前出现了只是他这里有一个他其实虽然我前面告诉你说你要对自己做一些整理可是其实宇宙即使你们两个都不做任何准备，也会慢慢的就遇到了，也会慢慢的就知道意识到是这个人了两个距离蛮近的，可是整个内在的属性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才会有节制牌正在做一个调和。但节制牌又代表了某些火能量，然后又某些射手座能量在这边，它一直有一个加速它一直有一个等不及，所以我才会说
你现在如果能够赶快调整自己，就赶快调整自己，因为很快它就要出现在你面前了。我是希望你在那之前就准备好，而他是本身就准备好，只是他还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在慢慢的走过来。就是说，他在一个输送带上面，他的脚绑在输送带上面，他没办法在输送带上面奔跑，他就只能站在原地，因为输送带就是整个宇宙能量在慢慢把它送过来。那一个输送带是他以前对于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对于他想实现的自我。什么是他人生价值？什么是他的世界观所定下来的一个很稳定的一条路？一个很稳定的一条路，他只是在那一条路，在那个条路上慢慢把它再送过去，只是他没有预期送过去的这一条路上会遇到你。他没有期待，他也没预期，但是等到你们两个碰头的时候，那个能量就很强，快就会发现彼此的重要性跟无法忽视会出现哈，因为这个牌就是权杖三，就是在这里出现权杖三号，然后又那个金币侍者，它这两个就让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很笃定的，看到了自己的目标，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看到了自己的方向哈，然后没有迟疑，稳稳重重的走过来，没有迟疑哈，来。可能看到这张牌就会觉得是，可能就开始烦恼说，他可能内在捆绑啦什么的。其实这里所出现的这张牌，告诉我的是说，就是他对爱情没有这个期待啦，他在某部分已经封闭了自己的内在的心，就是因为这里都没有水能量，所以我就把它解释成说，他封闭起来的就是他内在的那个对爱情的期待。所以我刚刚说，他没有期待。他们也没在等待爱情的出现，因为他可能之前有些事情不知道，这都没有出来。总之，他对于爱情的期待感跟那些目前对他来讲没那么重要。可是呢，因为节制牌出现在这里了，他碰撞到你之后，他在这个部分会醒，他会醒，他会醒。因为金币八在这里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这里所等待的结果，并不是他对生活的那些努力得到的结果，我觉得他已经陆续得到了，这里得到的结果，我觉得它对应了这里它封闭的东西，是一种时间感，慢慢的，在他心里，就是说他可能想隐藏的东西，结果在他心里是被消化的，成为一个新的芽，然后慢慢的长起来。因为他前面其他牌所形容的他是一个不会被这种情绪跟感情挫折所困扰的人，他会觉得。可能做的不够，他对感情他不会觉得说一定是我的错，或是我不适合爱情，他不会这样想事情，他会把它想成是说一定是我或彼此哪里做的不够好，他只会想成说可能不够适合，但他不会马上觉得谁对谁错，他比较认为是努力不够或是沟通不够这方面的，所以。对他来讲，感情没办法影响到太多，他很快就把它转换成这种比较理智的、比较物质的，能够帮助他现实生活，他所相信的现实的养分啦，他会转化的很快，所以我才说，等到你们遇到的时候，碰撞起来的时候，他才去领取他内在心里所发芽的那一个东西，就这里所发芽的那个东西，节制牌在这里出现是非常好的它算是一种两个人的穿越，它在这里就是穿越，要用什么方式穿越，要用什么方式碰头，就是说你从这里过来的时候，你要一个扬升，然后它在这里降落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关口降落那这个力量是什么很重要，可是出现了节制牌，我觉得非常安心，表示你们势必要遇到，因为节制牌在拉拢两种能量。做一个调和完整的时候融为一体，所以我才说你们势必要遇到。来，我帮你们翻翻，可能有些的难题是什么？好，如果硬是要我去捕捉那个难题的话，你的不安感，还有他对感情的不熟悉，因为他不是那么灵光的对情感的表达，有些人呢，就是没有办法从嘴巴说，从文字上说出他自己内心的情感
好，这个我说过很多次，有很多人是从行动上，他的作为，他对你的关心的次数来表达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喜欢，而不是具体明显会出来我爱你，我喜欢你，什么时候我要带你出去玩。没有，有些人的就是没有这么具体的东西表达，他会隐藏在他对你所做的作为里，他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你这边的问题是你的不安感。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安感？因为他会用一种突然出现的方式出现在你，我就一直觉得他是突然出现的哦，因为我没有感受到是慢慢出现在你眼前。我觉得他在你附近，他在你周围了，但他会突然显现在你面前，你们两个会突然一触即发，发现，哎呦，怎么对这个人特别有感觉了？好，感觉了哈。差不多是这样子哈，所以你这个是星星牌，但我为什么说不安？为什么？因为啊，我不认为你有特别期待，因为这星星牌比较像是许愿呐，然后什么目标要达成，然后什么愿望要出现，那什么是没错，但是因为在这个方面，因为它这一个牌这个方向，我就会把它解释成它是。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啦，不太知道自己在许愿什么。其实也在许愿的时候，就许的太抽象了哈。在期待的爱情也是期待的太抽象了，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的那个不安来自于很多的问号：是他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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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人吗？这个太多这个问号了哈。但还好，这些都是小问题。其实这都是小问题，没有太大。我在外面看一张牌，好，来帮你看一下。最隐藏在底下的潜意识的讯号是什么？我知道了，会拖慢你们两个见面的事情的。你们两个都身边都太多其他人了，太多声音了，太多朋友了，太多工作伙伴，太什么？你们两个其实会彼此分心。然后你们的感官或是感受力会被你们，就是说你们两个都有可能是工作狂啦，或是对某件事情很热衷，你们就是感觉对某些事情非常热衷，然后常常会忘记爱情这一个能量也很重要，会常常忽略掉爱情能量发生的那一瞬间。哈，这只是最浅、最深、最可能都没有你们最没有发现的原因之一。它不是你能控制的，它不是你现在想要不要这样做，它就会使命必达了。它不是，它是你们最深层的某一些瞬间，会让你们忽略到爱情要发生。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反而更觉得，当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他显现出来的时候，你们两个都会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诶，是这个人吗？怎么感觉这么强烈？大概是这样子哈。好。这就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其实我觉得1号牌的朋友觉得他有一个蛮好的，我觉得他充满了一个很好的讯息哈。我觉得这个能量非常的稳定，你们的遇见是注定的，而且是不疾不徐的，要让你们在一个平静的河流上面将见到。虽然现在那两边的河流的那个水都还是蛮波涛的啦。风很大，风很大。你想想，那个水面风很大，的水面会有什么？是大概就是这样。你们还在那里，因为调和牌哈，还有上一张牌在整合哈，还在整合。女祭司牌还在找哦，因为女祭司牌刚在前面的时候出现在一个很特别的角落，然后我发现她的力量不够强哦，她没有。反正他还在找，他还在挖掘你们两个中间的最确定的能量怎么连接在一起哈，所以再等等哈。但我的建议是，不要特别去找，你会感官错误，你会对人的偏见会产生，会感触，不要去找，你只要知道说他人在你附近环绕了哦，然后时机到了，这个人就会出现在你附近了，好吗？哦，好，你可以期待一下哦。好，如果你喜欢我对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的话，记得按赞哦，按赞对影片很重要。这个讲很多遍，但真的很重要哦。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呢，其实你们已经
遇见，其实你们已经相遇哈，就在你的生活周边。然后我来帮你推敲一下，帮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环境，其实你已经遇到它了哈。来，我们先来抽，帮你看一下。他在你现在，怎么办？他有可能是你现在不喜欢的人之一耶。就这一副牌有一种不打不相识的感觉哦。怎么说？现在这个磁场有一点点相撞，有一点相撞。然后这个撞击啊，让你觉得这个人很厌烦，然后让你觉得有个人好像蛮讨人厌的。以现在的状态，你蛮难感受到，其实你自己是喜欢他的，蛮难的哦。但是这个牌后面有一个讯号，比较像是，因为这两张牌这样一起出来的话，发现你们两个底下有一个火能量，就是你们两个的磁场碰撞的时候，底下的那个火焰就爆发起来了，而且是稳稳当当的就爆发起来了。然后其中包括了一些情愫，其中包括了一些个人执着，一些独断，一种个人魅力，然后太相像了，所以相斥相撞，很难在现在就去理解成，其实你们两个是互相喜欢的。它必须要出现一些特别的事件，可是其实你们两个有某些吸引力，彼此有某些吸引力正在吸引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某一些负面的感受给掩盖住，然后你们要在几次的碰撞之后，这里有看到，可能要在几次的交流跟碰撞之下，才会有那个爱情的情愫出现，才会有那个爱情的情愫出现。你现在可能想的那个人，你一定觉得不可能，但仔细想，其实你们两个有一些蛮契合的地方出现哈。这两张牌这样出现，我实在很难拒绝或是否定你们两个有很强的连结，有很强的连结。但是因为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里面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这讲出现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完全相反思考的逻辑。它不是谁伤害谁，它不是痛心谁伤害谁，它是一个就是一定要互相伤害才会相爱的这个概念，所以我才会说它是一个磁场两个正在对撞的。你回想你的人生，是否有人，你就觉得你跟他就是合不来，你就觉得你们两个想法因为太近了或什么，或者你会觉得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看穿你，你做什么他就很容易看穿你，你心里最不想知道的那一句话，你已经听到了，但你不想在他口中说出来，但他就说出来了，会有这种角色在你的生命里出现，大概是这个感觉哈。这种也有可能，这种他的确是有可能会成为你最佳伴侣，但是也有可能他会成为你的一辈子的冤家。然后你会有又爱又恨，然后有的时候突然变很好，然后很多时候又突然就破裂这个关系。但你们就彼此知道说，其实两个是很契合的，可以做很好的朋友。但又因为那个磁场或者很多事情，很快又打破了，又觉得我们两个并不同国不同卦，很奇怪的一个感觉。那选到2号牌的朋友，很可能是这个人哦，我帮你看一下啦，这个往下发展的能量会是怎样？哇！
怎么？我翻到爱人牌之前，我就有某个画面突然浮现出来。你们两个很像在沙漠里面哦，正在寻找某个绿洲、某个水源哦。而且很有趣的是，你们会同时找到那一个水源，可是那一个水源那里的能喝的水就只够分给一个人饮用，很奇妙。然后在遇到之前，两个人都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突然遇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出来，就是很难形容这个感觉，很像是说，怎么会是他？一种惊叹号、问号加惊叹号，怎么会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广大的沙漠里面，最后来跟我抢这杯水的又是他？然后你心里有一个想法是，但如果他不喝，他也会死。很奇怪的一个感受，我在这边感受到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两个的情愫的形容上的画面。我一开始就看到一个灰色的沙漠，然后月光出来，然后月光出来的时候，画面就跑出来了。然后这个太阳更像是他内心的那个慈悲，内心那个慈悲就闪耀起来了。然后可是又用爱情牌来形容你们的关系，来表达你们的关系内在的那个结构，太有趣了。因为他这个前面又用4啊，又用5就明明就心很近，但可是又肉体上又很远，就是很特别一个感觉，就是明明很近，然后又这么远。到4了5了，我仔细看，我觉得钱币4这一个对我来讲，有一个蛮大的，有一个蛮大的讯号。我来看一下笔记，在提醒我，如果这个时候有这反应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诠释？我看小笔记这里，好，45啊，4，完全符合我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为什么是他？因为你们这4号就是说，你看我很想守住这个水，我想要自己喝就好。可是心中的怜悯跟慈悲或是什么又散发出来了，就觉得，但是只有我喝他会死。但如果我们两个各喝一半，我们两个也活不够久。这就是一个你们两个的爱情能量，有一种。所以在前面的倒吊人啊，这里这不前面的这里倒吊人，他有一个牺牲的感觉，我一直不想把它形容出来，因为我还没找到那一个牺牲的讯号。我不知道从哪里去解释这个牺牲的讯号在第一排，可是到这里排出来的时候，当我有一个沙漠的画面，或是那个夜晚深夜的那个沙漠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终于知道这个倒吊人在这边出现了。原来你们内在对彼此有一种愿意为彼此牺牲的一个很底层的一个潜意识，好像是注定要为彼此牺牲的。也因为这样子，你们的磁场才相撞，因为你们的本质或是一个不同时空的自己的灵魂，要告诉自己说，这个人是你这辈子会影响你最大的人。所以我们要尽量，那个是一个反抗意识啊，在这件事我们尽量来回避他，这样抵抗他，免得会自我伤害，因为那个牺牲会很大，所以必须看出来说，这个人可能是跟你们两个关系是一个非常炙热的爱情也蛮完全解释，就可以解释前面那个情况要么就是冤家，要么就是一个炙热的爱情，就这样。你现在遇到这个人，你身边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其实牌面是形容出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其实时间感不够。这个时间感不够的意思是说，其实我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他出现了没，比较多的是预测这样子的人要出现，这样子你会遇到的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们来抓一下时间感的东西。我突然发现这个里的时间感很弱，没有特别明显出说到底是已经出现，就是那个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个时间感，我没有很明显感觉到。
后我来多一点。因为刚刚那个沙漠的画面，我反而还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一个未来式哈，更像是还在走在那个路上哦。因为有些情况是像第一组牌是他们已经在附近，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是这个人哈。可是今天第二组二号牌我还没有意识到到底你们已经至少看到对方了吗？来帮我看一下，我要看的是你们已经接触过了吗？你们已经认识到了吗？你们已经有争执过了吗？你们已经冲突过了吗？你们磁场已经碰撞过了吗？哦，先一张牌来确定。我看到了。哦，你们已经看到彼此了，而且很在意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了，很在意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了。给你看清楚。因为这星星牌代表的是某一个向往，某一个遥远的，就你想象这个画面嘛。有的时候天上的星星，你没有特别去看它，但你那一天就是因为被天上的星星的光亮，突然你抬头想看一下天上到底有多少星星，有说数多少星星，所以他在告诉我说你已经看到了，所以你很在意了，心里有在意起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已经在脑海里的档案已经建立起来，说有这个人了，好，蛮难被忘记的。来，我来帮你看指向。你们两个已经有磁场碰撞冲突过了吗？没有，还没。有互动过，但磁场碰撞的情况还没有发生。现在还在一个和睦的状态，就是你跟他就几次接触，还处于在一个和睦的状态，还还在一个初期状态，还没有出现那个碰撞，还没有出现那个激烈的、明确的厌恶感吧，或者什么我也不知道。来，帮你看一下这一张。哎呦，现在好像现在比较处于对彼此是有好感的，但那个好感不是爱情的啦，比较像是表面上的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怎么有这个还不错，就是感官上都还算不错，目前哦，好，再帮你看，来，我要翻的是，好，我现在要翻的是。他对你的感觉或是什么哈？他已经知道你了吗？哎呦，你们两个的关系怎么是好的现在，两个关系是好的，而且好像还可以讲话，还觉得蛮舒服的，而且好像蛮像是。这边有一个讯号告诉我说，这个人不是你刚认识新的人，他比较像是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人，或者很久以前就认识的人，然后最近他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比较近了，他是你的一个旧事，一个你以前就知道的人，然后只是现在你们两个在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新的领域，在一个地方你又碰头，然后彼此都用一个全新的样貌在出现，但是你们以前有共同的。有可能是以前念过共同的学校，也有可能是你们有认识过共同的人，或是可是你们有过往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哈，所以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算蛮好感的，蛮有好感，然后不是说好感，就没有什么负面的感觉，然后还能够聊聊天哈，然后可是你们还没有察觉到彼此的磁场或什么的，其实是碰撞的，就是还要在更深入认识的时候才会有。来，我帮我看一下现在两个人的能量连接。不要，我直接看一下他现在对你的感觉。
哎呦，他有偷偷喜欢你耶，只是，嗯，下一张，嗯，这个他有在故意刻意的拉近两个人关系，都还在一个初期哈。他有点比较像是说，他觉得跟你聊天还蛮开心，他有一种无意识的觉得跟你多接触会比较舒服，但他不太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喜欢你的，或是喜欢你哪里。他现在只觉得跟你相处各方面都还蛮舒服的，觉得你还不错哈，就是，但是还没有把你放在某一种重要的位置哈，因为他还没有，嗯，我觉得那个情愫各方面这些都还没有起来，我还在要进阶要去的那个阶段，但是他有无意识的，我觉得他已经有意识了耶，我觉得他已经有本来对你有一点好感，到现在他有开始发现你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他有渐渐的好感在往上加深哈。然后他心里，我是不太想讲这个，但是我好像有感觉到，他心里好像有想要再跟你更进一步，变得更好的关系。这整排都是往这里讯息讲哦，所以我想你们还没有进入那一个，因为他对你的了解可能还不够多，你对他了解还不够多，而且你现在甚至不知道我说的是谁哈，然后甚至也对这个人也没有那一个情愫。等到你们两个都开始有对彼此喜欢的情愫的时候，你们那个磁场碰撞就要出现了哈，因为现在还在一个和蔼和平的状态里，好，然后两个的距离有点有慢慢在拉近了啦，有慢慢在拉近。好，我帮你看，我直接帮你看你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这里突然超好奇的。五五的话，要算是五减 B5啊，到五了。再看一下，的确是我想的那个方。你们现在其实不是不，我觉得你们就算是工作或什么各方面、学校什么，你们都不在同一个团队里。哦，你现在想的那个，如果你现在知道我在说的是，你在以为我在说的那个是谁，我先跟你说，他可能跟你不是同一组的，跟你不是同一个团队的，甚至不是跟你可能同一个公司的，他没有很常出现在你面前，但他每次出现在你面前，他会把握跟你接触的机会，但他不是一个天天你要看到就会看到的人，还是需要有一些事件、案件、case 或什么，他才会出现在你面前的。好，然后他的确，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才会出现的，他不会随机出现的。然后他是有意识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会特别去跟你做互动或什么的哈，他的主动性还蛮强的。哦，但是因为第一组排班出来的，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没有挖掘到两个人磁场其实是碰撞的。但是这个磁场碰撞也代表说两个其实是类似的人，你们两个是很类似的人，但没有到互补。不是为了互补而来的人，而是你们是很类似、很相似的人哈。然后刚刚又有那个圣杯六也出现了，这次证明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有一种很相似的感觉，然后最近才发掘出来哈。你们会有新的情愫、新的关系会发生，会慢慢的发生哦。但是要小心后面的碰撞会蛮大的哦。我不是说因为你们两个太相像了哈，后面碰撞会蛮大的。来，我再翻一下，因为现在看出来你们距离还蛮远的。其实就不在这附近。哦，目前不是一个很好的
接触彼此的机会。我觉得现在的距离是宇宙刻意在保持两个的距离了，有点像是想说难怪我觉得他有想靠近，可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原来我觉得他可能是宇宙觉得现在还不是时间，还要再等待一下某些更好的契机出现的时候，两个才会有更好的接触机会。但也有可能在等待你两个更成熟、更稳重。这要等多久？反正大家觉得就是要等待一些更完整的状态出现的时候，才会给一个一触即发的见面的机会。你们两个的那个磁场的碰撞其实还没有开始。现在比较像是已经知道彼此的存在了，但是还没有在意到那么多。但是他对你的在意可能会比较多。在你的眼睛里，我觉得你现在想象的那个人可能也不一定是他，因为他这里有一个讯号是他在你眼前并还没有发光，你还没有到那么显眼，还没有到那么显眼。好，大概能抓到讯息就先抓到这样子吧。好，你期待一下有个比较外圈，在你生活比较外圈的人不行，我再看一个东西，3个月，3到6个月有这个能量吗？6个半年内他会有很明确让你知道的能量吗？第1个月，第2个月，第3个月，第4个月，第5个月，第6。最近这1到3个月，你们两个连接的那个宇宙能量，那个能量会突然换成一个全新的样貌，然后会从头来，就是反正会把你们两个的世界啦，就算你们两个重叠的所在那个世界，能量会再换一下，所以才会开始有一个新的关系、新的感觉会出来。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我在说谁，但是现在的他不让你喜欢，是因为这个能量还没换。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谁，是因为他这个能量还没有转换，然后他还没有必要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所以在这3个月会有一个能量的转换，转换之后他会可能比较出现在你的世界里，但是必须要等到大概第5或第6个月开始，你们才会比较好的接触，那个时候能量才会比较大，才会比较正常，才会比较受祝福，然后会比较稳定，到那个时候才会比较好。你期待一下半年尾。接下来第5、第6就可能它才会比较浮现在你面前。但是记得你们两个开始接触的时候，通常一开始如果两个要比较接近或什么说，会有一些冲突跟意识上、概念上、想法上的一些冲突，那是因为你们能量太接近了。但是可以珍惜一下，因为你们两个会突破这个能量的关系，它最后可能会变成是在生活里会一直出现的一个冤家，但也有可能变成是你的情人，也都有可能啦。但是就是能量要在等到第5、第6个才会比较爆发出来，前面就感受一下整个能量转换啦。因为它可能这个转换有一些包括在于你可能会有一些转换，工作转换、助教转换，反正你会有一个大转换，它也会有，然后才会把你们再丢到了下一个同样的世界里，然后那个时候才会有机会才会更接近，能量才会更接近，才会更契合，那时候再浮现才会更好，时机才会比较对。好了，这就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那如果你喜欢我对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的话，记得按赞按赞对频道很重要，谢谢。好，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其实你们已经相遇，你们已经见到了。好，来，我来翻牌帮你看一下整个趋势跟整个情况。来，好，7，我觉得你会在某些工作场合会遇到他，在某些开会或是某些，我觉得你会在某些事件里会遇到他。可是这更多比较像是，因为我觉得他看出来是你这个活动是跟工作有关的活动啦，并不是一个私人聚会的。我这边看，那位置私人聚会，没错啊。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些有工作需要的聚会，或是
才会遇到他这个人在那里出现，他跟你的工作可能有相关，只能说他跟你工作有相关了不是才会遇到他，是你回想一下，在工作机会上，你已经认识了这一个人了，其实你们已经接触过了，有聊到天，但是非常淡而且这个场合是在跟工作有关的一些活动跟见面上 ，party 啊或者什么餐会上，你其实已经跟他见到面了。然后目前看起来，因为当时还没有聊得很深入，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流所以在脑海里没有特别印象深刻，因为当时人还蛮多的。然后那个时候你的舒服感、快乐感跟参加活动的一个开心，都还在建立在其他人身上，还没在他身上。然后来帮你看一下，他现在离你近吗，或者什么？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我来看一下。看起来他对你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可是他自己心态上并没有特别想到说要去喜欢或什么，他只是从感觉上觉得他觉得对你的感觉还算蛮不错的对你的外在各方面还蛮有吸引力的。我觉得你可能没发现我在说谁耶。因为前面有发现说，其实你跟他的交流其实蛮淡的你没有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人其实偷偷已经对你有意思了。所以看起来是那个人对你蛮多意思的，他有试着要去跟你讲很多个人，可是好像你当下有点分身乏术，你要去忙这忙这，他好像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机会跟你聊太多，他错过了跟你聊太多的第一次机会这边看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他很快的就结束了，他很快的就跟你的联络结束了话题，然后这里好像也没有特别看到说你们后面还有一个很稳定的联络方式，就是说你们没有私下留什么联络方式或是甚至连对方的 Instagram 或者什么的都还没有很明确，只是一个初步的见面而已，初步的接触但是对方对你的感觉比较重。对方的感觉比较重，你的讲话外在什么已经有吸引到他了。可是我这边看到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谁，你可能对他没有太大的印象来，我来帮你看一下接下来他还有出现，他有机会出现在你近期啦近期3个月还有没有机会？近期3个月有没有机会又要再出现在你面前这一季。给你看一下他这3个月的话，可能2个月吧，2个月好像还会有一个新的方式、新的情况你会见到他，会遇到他，然后那个情况会比较像是朋友带朋友，或者朋友的介绍或是反正就朋友带朋友，应该是靠着朋友来什么的，也有可能是去参加同学会。但是如果是同学会，不就是同学吗？但很奇怪，他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旧的感觉？就等等，我这边要提醒你，他可能是你以前就认识的人，只是这一次的遇到才有比较多，他对你才有比较多的感觉，可能是这里可能是因为我这边看到了啦，你近期你会有一个转变，一个特别的转变然后会在朋友的活动或什么才会再见到他，然后他对你的印象各方面的东西会在等等，我觉得不是近期，我觉得在你们第一次见到面的那一次的时候，你的样子跟你的状态就已经是新的了，然后你们以前就见过了，所以他那一次对你的感受是特别的强烈，特别强烈近期你们还会有再遇到的机会啦，然后近期的事可能会在朋友的聚会或什么的你们的朋友圈会交叠起来，反正就是会在一个朋友的聚会里面会再遇到他，然后他会不会再跟你更进一步的表达呢？会耶，他下一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他会表达出更多对于你的好感，或者是对你的喜欢，他会有更多的动作，他会有，他下一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他会有，所以你其实只要等有一个人会展现出蛮多的，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谁，但是下一次他会遇到你的时候，反正就是那一个聚会了，他会有更多的表示那个时候他就会浮出台面，会很明显。你不用特别去期待什么，因为你可以去期待被人追求或什么，因为他的表示会比较多他的那个能量很快就往你这边走来了然后
你们那一次就会有一次很好的聊天跟交流哈。我觉得他会隐藏对你的喜欢，我觉得他不会很快表达出来，这边看出来了，他会隐藏他对你的喜欢，但他藏不住他跟你聊天时的开心哦。然后他会很把握这一次机会来更多的了解你，然后更多的接触你。他那时候可能就会希望能够跟你更有进一步的联络或什么的，所以这边都有。完全藏不了哈。我已经看到3张牌在讲说，你一定要他会在跟朋友出去，朋友介绍朋友之后，你会再遇到他一次，反正就是一个新的朋友介绍，就是一个新的大家朋友交际应酬交际的环境里，你会再遇到他一次。他那次确实真的会把握很好的机会来跟你更进一步的关系，但是他那个时候还在试探哈，他没有要特别往前，没有要走更多。他似乎很有把握会跟你还会有接下来的交流，就是不是第3次或什么，他可能那一次就会特别需要跟你保持联络，他特别想要跟你保持联络。我一直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人非常多啦，会有非常多的人在你们的背景里，但是他会专注的跟你聊天，专注的抓住你，跟你有很好的一次互动。那一次我一直看到背后有很多人哈，不过他有一个提醒是，他不会太多，他不会做太多，他不会要求你太多，他只是想要更了解你而已。因为后面一个能量是有一个能量把他拉住了，拉住说他的理智上告诉他说，其实差不多那个晚上能够多了解你就够了，其实多了解就够了。所以近期的话，你会再遇到他啦，哦。如果你发现我说的是他的时候，尽量去奔放的介绍你自己。我的意思说不是讲说你的各方面，而是说你去展现你的个人的魅力、个人的喜好、你的性格，不要隐藏，多奔放，让他了解你哦。你会发现，其实他跟你，这里还没有看到。我本来想说他跟你是不是很有联系，这里还没有看到。这里比较看到的是他对你的兴趣会一直往上提升。好，来帮你看你们两个能量的连接好不好？如果我帮你看一下哈，如果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交流啊和连接啊，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注意到的？好，5，你两个那个时候还蛮谈得来的哈，然后你对他有蛮好的好感就浮出来了哈，那些火你们两个那一次感觉上就真的都变蛮好的了，哦，那气氛也蛮好的，蛮有话题的，蛮有共识的哈，聊得来哈。你们甚至聊到会有点忘记旁边的人哈，因为觉得这个人还蛮契合，这个人跟你还蛮契合的，各方面每个能量火能量哈，你不会觉得无聊，你会觉得很有趣，你也开始对他蛮有兴趣的，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就是你们下一次在接触的时候，整个情况都还蛮好哦。而且会有一种扎实的感觉，而且你们会聊天、谈天说地，聊一些生活的或者一些旅游的经验。而且他确实是，他可能是你以前就有点认识。我觉得我不知道他看出来的是，他是你以前就认识的人，还是他认识的是你的朋友啦。哦，他们以前是旧识，或者以前是同学，才会创造出这一个你们认识的机会。因为他有一个旧的感觉，有一个旧的能量，好像牵着很久了，然后最近才让你们两个遇到。就是都出奇，就是这一次的见面会比上一次更好，而且一切都是再从头来、重新来的一个全新的好感，全新的一个交流哈。然后你们会感觉到彼此都很有趣，而且收获还蛮多的，整个气氛都蛮好的，而且还有点交换很多彼此经验，反正就谈得很来，不是聊一些很浮面的，你们能够往更深入的地方聊，而且彼此可以聊一些你们专业或是你们比较小众的话题，你们甚至两个人都聊得起来，好像有一些只有你们两个懂的东西，然后你们两个会聊起来。反正就是第2次的接触的时候，情况都还蛮好的，会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后面因为整个翻出来都是这样子啊，
哦，你那时候会聊到忘我啊，没办法去注意旁边的人哈。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实这个顺序还蛮好的耶。我来帮你多刮一下那个人的特质本质是什么样子的人好了。好，既然你们那么契合或什么，我帮你多看一下他这个人的本质或什么。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好，他外表装着很理智，很理智，很有洞悉能力，很有排列组合。可他其实心底是很浪漫的人。他喜欢那个随机感，他喜欢抓马的事情，但他自己会保持的不抓马。他喜欢情绪很多的东西，他喜欢看那些情绪很多的电影啊、音乐啊什么的。但他会自己表现出来是一个非常镇定的，可他内心是非常澎湃的哈。然后他是内在有很多幻想，很多天马行空想象的人，难怪他这么浪漫啦。所以你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蛮多的创意啊，或什么的哈。然后他在生活中有很多人需要仰赖他做很多事情啊，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哈。他的朋友对他来讲信任度都蛮高的哈。反正他旁边也不缺朋友，不缺工作伙伴，很多人都工作人也蛮强，很多人都愿意跟他一起合作做很多的事情。好，反正他在他的世界里，他是一个人缘蛮好的人，也受欢迎的人，值得信赖的人哈。然后再来我看，他其实，在工作上各方面的时候，他还蛮重要，因为他需要受到的挑战还蛮多的，然后他的内心却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影响，他内心还算平静的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热爱追逐一些身心灵的东西，他其实很在乎身心灵的东西，所以他其实内在的感受力，他是一个共感能力还蛮强，他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情绪，他能够投射别人的感觉，他其实是一个有怜悯心的、有恻隐之心的人哈。但是他一直在外表上装作或是表达出要稳定要什么，因为他其实知道自己内心的澎湃或什么，所以他已经把他自己训练成外在是一个比较稳的人。因为他稍有一些变动，他内在的那些奔放的火或奔放的流水瀑布就会这样宣泄出来，他会变得很混乱。他其实有这样子对抗他自己心里的一个不稳定很久了，他也习惯了，所以他才把自己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冷静的人。然后我想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找到一种他内在原始的那个热情哈。他跟你私底下的时候可能会不太像他在面对其他人像那样冷静，他私底下会有一些可爱的那一面呢，会有一些活泼的一面，比较天马行空的。他可能会讲一些冷笑话，讲很多笑话，是幽默的人哦。OK， 这前面也都讲到了。总之，他也不是一个乱来的人啦。反正他就是一个蛮全面的、蛮丰富的人哦。他虽然心里有一些感受或什么的，他其实就是因为感受力很多，所以他其实喜怒哀乐，其实他也可以表现得很清楚。可是他把它藏在心里，让他达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安静的样子。他希望能够安抚他内在有一些波涛或者情绪，所以他有可能是那种看到电影、看什么影剧的时候，你发现说什么他突然流眼泪了，因为他实在太感动了，太有共感了，并不是因为他在为自己的事情流眼，他是一个很容易体察别人的情绪的一个人。好，这目前看到是这样，这里还没有。好，再往下翻。这讲过，他其实是一个他能够蛮有组合自己的能力啦，哈，他也知道他未来要往哪里走，哈，他自己内在的调配各方面都很，我这都讲到了。好，目前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人，哈，你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期待一下第二次刚刚见面的时候那个默契，哈，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吻合你性格的人啦，哈。可是他要小心，他有可能会更像很好的朋友，会更像一个为什么你以前都没有遇到跟你这么聊得来的人，你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哦。然后那个情愫如果被太多这个感觉起来，它会变成是超级好的朋友。所以当下你遇到他的时候，可能要去多欣赏一下他的优点，多感觉一下他的魅力，然后整个关系才会比较转向往爱人那边去。如果只是谈天说地，那天只是在享受很有趣，这个人什么很有趣，聊得很来的话，可能会变成那个情愫会比较多的成分会往好朋友去，他慢慢的就会离恋人会偏离。如果你要再拉回来的话，可能要比较多的力气哦。但是我觉得对方会控制的蛮好的，他的目的就是喜欢你而来。
因为第一组牌有恶魔牌，它其实一开始就被你的很多的外在的东西所吸引住了，被你的魅力各方面，它其实是往情愫、爱、感情的这个方向往你这边走来哈，它的那个流动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不太害怕说会偏移到只是好朋友而已，因为我觉得对方会控制的蛮好的，他会表达很多对你的喜欢，会把你引导到他想跟你交往或想跟你在一起的那一种喜欢，你会感受得到。好的，来，这就是选到4号牌的朋友哦，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哦。如果喜欢，记得按赞对影片，谢谢你来听。